请注意，印度压缩包正在发往全球。当你在家里发现一个印度人的时候，就要当心了，因为他将解压出一堆族人。新德里正以迅雷之势扩张为世界级城市，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中东多国等都已变成印度的后花园。截至2024年底，印度向外移出了3542万人，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。而如今，日本推出了引进印度移民政策，第一个东亚新德里也将诞生。难道印度要占领世界吗？为什么这些国家会从欢迎印度人才到避之不及？美国的印度移民是世界上最多的，2024年底已经达到540万。对于美国印度人多的现象，大家或许并不陌生。因为引进技术人才的政策，大量印度人涌入美国，为此早期的硅谷被称为印度 IT 人才的天堂。2012年间，硅谷每10个初创企业里就有3个由印度人创办， CEO 管理层的位置几乎被印度人逐步蚕食攻陷。在硅谷，只要办公室有1个印度人，那么这里很快就会成为此人的老乡群。因为爱抱团，连 H1B 这个是美国针对所有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开通的签证，印度人就能迅速占到 70%。因为他们太团结，导致其他国家的技术人才进入硅谷变得更加困难，尤其是华人。很多人都表示受到了这些印度人的严重排挤。中东国家因为离得近，石油资源丰富，所以也吸引了一大堆印度人前来做生意。阿联酋的印度移民一度达到400多万，仅次于美国。英国也不遑多让，上至苏格兰，下至英格兰，再到北爱尔兰，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印度人，直至成为英国最大的少数族裔。在这里，印度人大展拳脚，一度入侵英国政治领域。2022年10月，英国首位英籍印度裔首相里希·苏纳克上台，英美街头的印度人聚众庆祝，高呼英国人统治了我们200年，现在轮到我们统治他们了。结果才干了不到2年，里希·苏纳克就把自己所在的保守党干垮了，于是灰溜溜递交辞呈下岗。再看，虽然印度移民不是最多，但过得最苦的加拿大。有网友 P 了一张被阿三哥戴上头巾的加拿大枫叶国旗，称之为新国度 Canada， 算个印式英语的口音梗。那为什么加拿大会成为被调侃最严重、最被同情的国家呢？没错，就是印度人的文化污染。加拿大首都多伦多是印度人泛滥的重灾区，这里不仅有数量极高的印度留学生，还有潜伏在各行各业的印度移民。随便一个出租房就能开到密集型印度大盲盒，只要房东敢把房子租给印度人，那印度人就敢把几十个老乡塞进他的小房间。结果就是高密度带来文化污染，印度人不讲卫生，聚众大吵大闹，甚至把多伦多的河水当成恒河，在里面干对恒河干的事。更绝的是，就在前不久，一座高18米的湿婆雕塑正式落座多伦多，不是在郊区，而是建在多伦多机场旁边。估计人们下了飞机看到雕塑就开始拿出手机打字避雷，我飞的不是多伦多吗？给我拉新德里干什么？投诉无良航空公司。甚至这已经是印度人在加拿大建的第3座宗教神雕塑了，只不过18米的湿婆 Siva 是最大的一座。完工的那天，一群印度人围着雕塑欢呼雀跃，说这是文化多元化的最佳体现，而加拿大人在家里吃着火锅唱着歌，额头上突然就被点了个红点。在印度人病毒式外溢的趋势下，很多国家的民众已经出现强烈不满的情绪，而政府也苦不堪言。虽然这些人都是技术型人才，但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超正面影响了。其中最让政府们头疼的就是印度人登峰造极的包装手段。印度人能够疯狂涌入世界其他各国，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们高超的包装技术。别管有什么能力，先看我的 PPT 牛不牛波一。印度人在造假和吹嘘方面一直是有一手的。以硅谷为例，美国的 H1B 本是一张申请难度较高的黄金签证，但印度人是如何拿到其中的 70% 的？他们先是建立各种 IT 速成班，但这里并不教人如何写代码，也不传授速成秘籍，而是教人如何把自己从1吹到10，把在国内大学课堂上学习的书本知识变成虚假的工作经验。速成之后，他们再大批次的申请 H1B 签证涌入美国，直到某个前辈在硅谷站稳脚跟，筛选出印度人的简历，将老乡全部内推进去。除了硅谷，其他各行各业也都存在印度人造假的情况，有的甚至学历造假、语言证书造假，只为先获得一张通往其他国家的门票。之后的事情，一部分交给靠谱的内推老乡，一部分交给自己小强般的生命力。有人会说，这样的造假盛况难道不会在工作上闹出乱子吗？当然会。比如我们的受害者马斯克。马斯克在花大价钱收购推特之后，却发现推特上至管理层，下至员工几乎快被印度人包圆了。而且在推特内部，印度某高管还拥有删帖和封杀特权，连特朗普的账号都能给封禁了。于是马斯克只好在收购没多久就开启大裁员大换血，只留下12个印度裔员工。
美国一个不懂英语但造假了证件的印度司机在高速掉头，导致美国一家3口丧命车祸，这可是活生生的人命。再有，今年7月，一个名叫 Soham Parikh 的印度工程师凭借精心伪造的简历，同时在美国硅谷的多家 AI 初创公司就职，骗取多份薪水，不仅骗，还要一次骗多家。这样的勇气离不开硅谷老乡会的实力，因为阿三哥们在国外闯的乱子太多了，结果就是不仅毁掉不少国家的就业秩序，而且带来不可逆转的信任危机。所以不少国家在签证方面暗暗收紧对印度人的标准，只为控制他们无尽的繁殖、占领和造假诚信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但就在全世界都在防着印度人的时候，日本却站出来说要引进50万印度技术人才，这盛况简直不敢想象。很难想象未来日本的局面，一个是奉行严谨精神的匠人，一个是松散随意的造假能手，一个在饮食上追求精致，一个右手抓起咖喱糊糊开吃，一个文化内敛人情淡漠，一个热烈奔放拖家带口，一个是以年龄资历划分等级的前后辈文化国家，一个是种姓制度森严的宗教大国。对于日本引进50万名印度人才的政策，最先破防的是日本民众，毕竟以两国的文化和风格来看，印度和日本完全是两个极端的对立面。为了解决本国人口老龄化问题，日本政府的做法完全可以用饥不择食、荒不择路来形容。上述的这些对立面还只是最外显、最不值得一提的地方，只能说日本民众的抵抗情绪不是没理由的。而以印度人占领地球的速度，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恐怕在引进了这50万印度人之后，还要迎来应试压缩大礼包，50万翻倍成100万，150万都是有可能的。而日本本土生育率低下，可能再过100年，这里将会完全成为印度人的新故土。印度的劳动力市场的确能解很多发达国家的燃眉之急，可是这并不是一个踏实的民族，他们有着强烈的恋印度癖和登峰造极的造假技术，又对本国的文化极端自信，他们要的不是工作和薪水，而是新家园。这个民族带有劣根性，炸裂的生活习惯只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冰山一角，种姓文化熏陶带来的人性扭曲才是最可怕，最该被他国提防的。希望世界上被印度占领的发达国家能挺住，以保留文化多样性。对于日本，只能祝他们好运。印度加尔各答，菜市场内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主妇们拎着篮子，正耐心寻找着最关键的那种食材。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，在琳琅满目的蔬果里锁定了洋葱。没有洋葱，印度美食就失去了灵魂。可下一秒，一声惊呼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主妇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的洋葱价格牌，每公斤100卢比的售价让他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。一颗小小的洋葱足以撬动一个大国的经济，这并不是带有奇幻色彩的1001夜，而是发生在南亚大地上的真实故事。对印度人来说，无论哪顿饭都不能缺了洋葱。按理说，这种国民食材自然价格也不会太高，可印度的菜市场却用惊人的数字打了全世界的脸。印度的洋葱低至每公斤20卢比，可最高的时候又能飙升到每公斤100卢比。最离谱的是，这些改变往往就发生在瞬息之间。老百姓经常会聚在一起猜测，明天洋葱又该卖多少钱。如此一来，人民买的不像是洋葱，倒像是股票。菜场里的价格牌成了正儿八经的涨停板，家庭主妇们的购物变成了争分夺秒，需要周密计算的大比拼。洋葱价格如何波动，何时出手最为划算，一次买多少最能抵抗风险，这些问题不是大学课堂上的思考题，而是每个印度人赖以生存的必答题。在印度西部有一个叫做加昂小镇，不时就会上演一场围绕洋葱价格而展开的战斗。小镇里卧虎藏龙，汇聚着全印度最资深的一批洋葱从业者，因为这里拥有全亚洲最大的洋葱交易市场。这个被洋葱所包裹的小镇像是一个秩序分明的小王国，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定是洋葱的收购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拍卖人、抄写员与竞争交易员。而农民虽然是洋葱的种植者，却在无形之间被排挤到了权力的外围。当然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只能在这场洋葱博弈里被动承受，在每天菜市场开门的那一刻，就能透过一串串数字明晰昨日的战况。更夸张的是，由于洋葱价格不稳，存在着飞涨的可能，印度甚至还有一批洋葱抢劫犯。不少劫匪会在高速公路上蹲点，目光锁定满载洋葱的卡车，此情此景着实有几分荒诞喜剧的意味。可喜剧的尽头往往是悲剧，看似荒诞的背后蕴含着难以言明的泪水。其实印度洋葱的能量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巨大许多。美国曾进行过一次统计，印度每年人均消耗洋葱的总量超过8公斤，堪称惊人。
印度人对于洋葱的喜爱似乎已经刻进了骨血之中。在每个印度民众的潜意识里，洋葱就是经济最明显的晴雨表。洋葱价格稳定，经济向好；洋葱价格过山车，经济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存经验里总结出的历史教训。最淳朴的话，往往拥有着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而洋葱价格上下摇摆的背后，隐藏着印度的供应链窘境。换言之，一条难以运转的供应链导致洋葱价格难以维持稳定。印度有不少种洋葱的地方，但每个种植地的运输条件可谓是千差万别。这种难以调和的不稳定性折射着印度食品供应链的严重失衡。更巧的是，洋葱偏偏是一种对供应链要求较高的食物。印度常年的天气都较为炎热，这对洋葱的运输而言堪称灭顶之灾。因为在这样的天气下，从洋葱成熟到被它送到消费者手中，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。以拉萨尔加昂为例，农民需要背着重重的洋葱前往市场贩卖，洋葱还没卖出去，农民就得先交2笔钱，一笔钱给市场，另一笔钱给交易商，前者是1%的管理费，后者是4%的佣金。但这还没完，洋葱的运输之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交易商取得洋葱后就要开始运输，而在运输的过程中，印度的交通情况更是不容乐观。同时，完善的货物保存机制也未能建立，一趟长途运输就能折损2成洋葱，折损的费用自然也要加在最终的价格上。到达分销店后，洋葱商人得先挑出损耗的洋葱，然后再加价20%卖给饭店和零售商。随后，零售商就会推着小推车去街头贩卖，或者去菜市场蹲点。到了这一步，他们还要再赚取10%的差价。而在这一过程里，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不可控的纰漏，那洋葱的价格也一定会跟着水涨船高。而印度之所以会有如此糟糕的食品供应链，其实是受到了多方因素制约。从监管的缺失到运输能力的低下，每个洋葱背后都凝聚着不可言说的辛酸血泪。更令人破防的是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年，而洋葱甚至算得上是印度食品里的顶流，受到的关注也是最多的。洋葱的运输情况尚且如何，其余的农作物更是让人无法想象。而供应链的困境仅仅是洋葱所反馈出的最表层的问题。倘若我们一层层剥开印度经济这个大洋葱，就会找到最核心的病因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洋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将印度经济狠狠地网罗其中，而印度经济最根本的毛病也透过洋葱完全显现。这种弊端主要可概括为2个方面。第一，印度的农业发展水平太差，农民还停留在看天吃饭的层面。在印度有不少次洋葱价格大涨，都是因为产量大跌，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条铁律。只要天气不好，洋葱必涨价，而且会涨到让你怀疑人生。这件事倘若发生在几百年前，那或许还有几分可以辩解的余地。但在现代种植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，这件事就显得格外不可思议。归根结底，是因为印度的耕作方式过于落后于时代。以灌溉为例，在洋葱成熟的过程里，灌溉尤为重要，而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表示就是能根据需要调整灌溉。可是印度却不是这样处理的。现如今，印度洋葱能否顺利完成灌溉，主要得看季风的心情。近年来，季风势头强劲，雨水偏多，洋葱都烂在地里，所以产量立刻锐减，就连平时产量最大的3个邦也少了20%的产出。农民并非不愿意使用灌溉系统，而是用不起。而这种贫困恰恰折射出了印度经济的第2重困境，那就是通胀严重。在印度，洋葱价格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，因为洋葱意味着通胀。曾经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，印度创造了一个个经济奇迹， GDP 增速极其可观，最高时甚至达到了8%以上。但讽刺的是，近年来印度已经成为了经济滑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，甚至出现了断崖式下跌，一度跌到4.5%左右。这种经济上的退步在洋葱价格上暴露无遗。最夸张的时候，洋葱价格在半年内飙升了114%，洋葱成了高攀不起的食物。这种荒谬的经济危机背后彰显着印度经济的断层现象。换言之，印度那些经济增长的奇迹是真，但好处却没有落在广大国民身上。印度的经济结构严重扭曲，已经出现了多条断层线，每一条断层线便预示着民众悲惨的命运。想要弥合这种断层，简直难于上青天。而为了控制洋葱价格，印度政府也是伤透了脑筋。但是就算再焦头烂额，印度政府恐怕也不敢忽略这小小的洋葱，因为历史的教训摆在眼前。上世纪80年代，印度甚至曾掀起过多场洋葱政治风暴。80年代初，国大党领袖英迪拉甘地参与竞选，
这位铁娘子剑走偏锋，在选举中高举着一串串洋葱登上了演讲的舞台，引起众人欢呼。英迪拉强调，一个无法控制洋葱价格的政党就不配成为印度的领航人。无独有偶，80年代末，国大党的竞争对手人民党恰恰因为洋葱而失去了民心。当时洋葱供应短缺，民众极度不满，干脆掀翻了首都新德里。可见洋葱是经济的化身，而经济是政治最核心的基石。一个无法保障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政党，最终一定会迎来社会的反噬。于是莫迪遵循了历代政府的方式，禁止洋葱出口，甚至还喊出了一个颇为搞笑的口号，发誓不让任何一颗洋葱流出印度。这种行为其实是在通过调整进出口保护本国市场。与此同时，政府还常常在首都设立流动摊位，给予洋葱补贴价，让民众能用低价买到食材。但是说1000道1万，这也依旧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洋葱陷阱。未来印度政府还将继续面对洋葱所带来的挑战，这枚小小的洋葱到底何时能安定下来，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。